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被诈骗后，把公司所有的钱都打给了骗子。我故意的，我就是要让资本家们知道，逼急了，老子跟你一命换一命，拿我这条贫穷的贱命换你富贵全家的家破人亡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自从我家里遇到困难后，我没求过公司帮我渡过难关，公司却开始了对我的压榨。老板总让我无条件加班，一点加班费都不给，甚至还有事没事扣我的工资。每当我去找老板理论，他就说最近大环境不好，让我陪公司共度难关。可我自己都快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了。我要求老板给我应有的加班费，如果不给我的话，我就申请劳动仲裁。老板一摊手，满不在乎地跟我说：“那你去告我呗，老子就是压榨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信不信我拖你半年工资，顶多交点罚款，你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我半年不给你发工资，你还能活吗？”这一刻，我的心凉了。他就是知道我家里有困难，笃定我不敢离职，故意欺负我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唯一能做的只有妥协，但我不会，因为我学过法。身为无产阶级，只要我敢付出违法成本，那资本家在我面前就连屁都不是。当犯罪成本远低于犯罪收益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愿意犯罪，而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反正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受罪，把我逼急了，那我不如用我一条贱命换这黑心老板家破人亡。说句难听的，我就算往公司大客户脸上吐痰，我顶多丢一份工作，公司丢的可就是巨额财富。我回到自己的工位，正想着怎么报复老板，手机就响起来了。那是一条短信，内容很简单：我换卡号了，请把钱打进这个账户，卡号如下。我看着短信内容，已经在犹豫了。我当然知道这个是诈骗短信，而我正好就是公司的财务，我时时刻刻都能捅资本家一刀，这就是个机会。如果我把公司的钱转给诈骗犯，那我们老板就会万劫不复。但我犹豫了，因为我还在想，这个黑心老板究竟值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就在我犹豫时，老板忽然来找我了。他来到我桌前，很严肃地问我：“赔偿款准备好了吗？”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我们公司的旧设备有问题，工人们都不敢用。正好有个工人家里妈妈重病，他为了给妈妈赚医药费，硬着头皮上岗，结果机械出了意外，他当场死亡。我说200万赔偿款已经准备好了。老板说别赔了，先打给客户王总。我惊愕地说，打给客户的话，工人的妈妈怎么办？人家医院还等着救命钱啊。老板说，你是不是傻？我查过那人的家庭背景了，他和他妈都是独生子女，现在他妈活不久了，如果我们拖着等他妈死了，你觉得还需要赔吗？我不敢置信地看着老板，他却以为我是被他的聪明才智给征服，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，开企业要灵活用脑，你先找借口拖着他妈活不久的。这一刻我不再犹豫了，这个畜生就该万劫不复。现在马上要到下班的时间，老板突然通知大家下班别走，要开会，记得先打卡。这是他最常干的事情，让大家打卡后在下班时间开会，这样他可以不给加班费。同事们都垂头丧气去了会议室，我故意慢吞吞整理文件，等老板进了办公室，我给诈骗短信发去了回复。我说，是王总吗？王总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，掌管着我们公司几乎全部的命脉。骗子很快就回复了我，对，我换卡号了。我冷笑一下，回复说，
好的，我立刻把钱转过去。现在就是办事的时机，因为老板规定过，开会的时候谁都不能看手机。身为一个财务，在未经老板签字的情况下给客户转账，我犯法了吗？毫无疑问，我犯法了。但我曾经学过类似的案例，有财务给骗子转账276万，公司要求他偿还，最后法院认为员工并没有获得利益，全部归还，不符合员工的偿还能力，而且用人单位在享受利益的时候也要承担风险，判决员工只需要归还公司4万元，那家公司血亏272万。而我呢，我先打了200万工人的死亡赔偿金，然后把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1400万全部都打进了骗子的账户。我很清楚，在这一刻，公司已经破产了，老板的保时捷，老板娘的 LV 包，还有他们家读贵族学校的孩子，今夜过后都将不复存在。尤其是这1400万资金里，有一半是私人借贷，老板的结局注定是家破人亡。我来到会议室里，大家都已经坐下了。会议刚开始，老板就扫视我们一圈，冷冷地说：“开会一个个无精打采，看来我平时还是对你们太好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为什么好多资本家都喜欢说这种屁话？老板总是让我们无偿加班，抓到点机会就扣工资，他到底哪里好了？我注意到老板娘和小千金也来了，顿时意味到这次会议不单纯。如果说老板是个老畜生，那小千金绝对是个小畜生。她在读贵族学校，这种学校为了升学率都会免学霸的学费。他们班里就有个家境贫穷的女同学，因为成绩好，靠免学费读书。小千金仅仅因为嫉妒人家比自己优秀，在学校厕所里扇那女孩耳光，扒光她衣服，拍照发校园网。如此恶劣的霸凌行为，最后他家却轻而易举地用钱摆平了。他也只是得到一个不痛不痒的校内处分。主管咳嗽一下，说：“老板，趁着开会，我想和你提一下，我们的机器应该考虑升级了，否则还有可能出意外。”大家都点点头，毕竟都有工人死了，再不升级怎么行？老板问：“升级设备要多少钱？”主管说：“全新的整套流水线设备大概要2000万，我们可以跟银行贷款。”老板点点头，说：“这个我调查过了，旧设备的事故概率大约是1/1000。之前那个工人死了，公司赔偿了200万，也就是说2000万足够发生10次事故。”他笑了笑，对着自己的女儿挤眉弄眼，打趣说：“真熬到10次事故，我们公司早就上市喽。爸爸到时候给我的小公主送一台宾利，在车上镶满钻石。”小千金被逗得扑哧一笑，还是爸爸会算账。我看着他们父女间的打趣，感到一阵寒心。工人母亲失去了儿子，躺在医院里，等着属于自己的赔偿款救命，而这些资本家却拿这件事情来打趣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老板娘说：“升级设备的事情，大家以后都不要提了，公司赔得起。我们现在有1000多万的流动资金。”我在心里冷笑：“不，你们1分钱资金都没有了。”小千金想了想，说：“但现在工人们情绪不好，我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多去车间哄一哄，最好是亲自上阵操控机械，让工人们相信我们的设备没问题，激发士气。”老板欣慰地对小千金点头：“我女儿真不愧是贵族学校读管理的。”大家都一言不发。老板继续说：“今天开会还有个事情，我女儿要实习，这是学校给的任务，
你们看看公司哪里有闲一点的岗位？我随口说，安排小千金去车间当管理不就好了吗？到时候老板的女儿亲自上手操控机械，工人情绪马上安抚下来了。刹那间，会议室安静了，仿佛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人们都目瞪口呆看着我，老板也是张大了嘴，似乎没想到我竟然会说出这种话。他直接拿起旁边的矿泉水瓶，朝我砸了过来。你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我女儿能去车间吗？小千金也是皱起了眉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死了怎么办？我反问。那你要求我们去车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？小千金急了。我和你们能一样吗？哪里不一样？小千金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她高傲地说，人和人的命是有差距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一刻，大家的脸色都变得很不好看，哪怕是老板也连忙打圆场说，没什么差距，在这个公司里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家孩子小，童言无忌，大家别当回事。我淡淡地说，那就投票表决吧。我提议让老板女儿去车间鼓励工人，这计划本来就是他提出来的。老板娘气得一拍桌子，对我大骂，你放屁，你们缺胳膊少腿了，我家赔得起，我女儿要是出意外，你们谁能承担得起？我瞥了老板娘一眼，她还不知道的是，估计不等这场会议开完，讨债的就要上门，让他全家缺胳膊少腿了。会议室里，同事们大气也不敢喘，他们估计以为我疯了。老板也是沉着脸，他以为我在为拖欠工资的事情不满，冷冷地说，你如果带着情绪开会，那你现在就滚出去。我叹着气说，现在不是情绪的问题，是做人的问题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了小千金面前，我低头看着她的眼睛，问她，你刚才笑什么？她愣了，我见她不回答，继续说，有工人死了，你在这里笑什么？你说人和人是有差距的，你跟我们的差距在哪里？老板愤怒了，他狠狠拍了下桌子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，你给老子把嘴闭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质问我的女儿？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小畜生没教养好，都是老畜生的错，我应该质问你。老板冷笑了一下，他说，看来你是真的不想干了。对，我不想干了。我身为财务，从你命令我拖欠工人死亡赔偿金的那一刻，我已经不想干了。那你现在就滚出去，那你现在就把工资结清给我。刚才老板娘可是亲口说过的，现在公司有1000多万流动资金，我近半年的加班费你都没给，共计12000，你马上给我结工资。老板冷笑，我说句难听的，我就算不给你结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他沉思片刻，忽然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财务，你想先给自己发工资对吧？未经我的允许，你就是挪用公款。你要是敢动那12000，信不信我让你进去坐牢？我有些失望，老板还是低估我了。我没动那12000，我动了他的1400万。他们见我不说话，还以为我害怕了。老板冷笑说，知道怂了，就老老实实给我女儿鞠躬道歉。我可以考虑让你继续留在这里上班。小千金顿时高傲地把头抬了起来，老板娘也是瞥了我一眼，满脸冷笑。小千金淡淡地说，我爸还是比较仁慈，如果我是你老板，可不是把你送去坐牢这么简单。我在外面认识一些狠人。他站起身，凑近我耳朵，轻声说，你知道吗？只要10万块，就有人愿意剁了你的手。人和人的差距真大，你会因为10万块失去一只手，可10万块只是我1个月的零花钱。我翻了个白眼，
他竟然还以为自己会有10万块零花钱，只怕他要被每年10万块的价钱卖去东南亚各个会所，1年内得艾滋，3年内化为尸体，天葬给野狗吃。老板不耐烦道：“马上给我女儿鞠躬道歉。”小千金到底还是年轻气盛，她伸出手指戳了戳我的胸口。我不要你鞠躬，我要你跪下道歉。我犹豫几秒，终于还是跪下了。不是我放弃了尊严，我就是故意激怒他们的。因为在会议室里有一个监控摄像头，时时刻刻记录着会议室里的一举一动。等到了法院上，黑心老板残害工人，强迫员工下跪，先不说掀起的舆论，本身这种事就会让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同情我。拖欠死亡赔偿金、克扣工资、逼迫员工下跪这3件事，可是完完整整全都录进了监控里。小千金见我跪下，她很得意地笑了，她摇头晃脑地说：“谢谢你啊，你让我看见了成年人最卑微的模样。等我毕业了，我会努力不成为你这样的大人。现在跟我道歉吧，态度放诚恳点。”我诚恳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他嘴角再次得意上扬，但被我打断了。我继续说：“那你现在可以去车间实习了吗？”刹那间，小千金变了脸，她抬起手，狠狠一耳光抽在了我的脸上。响亮的耳光让我的脸上火辣辣的，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竟然会动手打我。就这么急着送人头吗？我捂着脸吃惊地看着小千金，而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的命很值钱。”这一刻，同事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。我惊讶地说：“你哪里值钱了？你这辈子唯一的长处仅仅只是从你妈的肚子里爬出来而已啊！投胎难道也算一门技术活吗？”我撕烂你的嘴！小千金暴跳如雷，她似乎从书包里掏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冲上来抓住我的头发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就使劲把东西往我嘴里塞。我本能的想闭嘴，但是我的嘴唇却传来一阵剧痛，让我的嘴疼得根本闭不上。很快，一些冰凉又刺痛的东西塞进了我的嘴，我马上就反应了过来，是图钉。我的嘴里被塞下了一大把图钉。小千金捂着我的嘴，狠狠抽我耳光，气得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穷鬼也敢来教训我！”图钉刺穿了我的嘴唇和舌头，尤其是他还在扇我耳光。我哇地吐出了一大口血，惊恐地看着地上的血迹。这个时候，老板娘也冲了上来，她不但没劝架，反而和女儿一起扯着我，还拿起办公桌上的订书机，狠狠扎在我的嘴上。我的嘴被订书机缝上了一半。老板娘咬牙切齿地骂我：“我叫你嘴巴不干净，你那张嘴是不是吃过大便？这么臭就别开口说话。”我没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本来这一切对我有利，现在对我更有利了。这俩婆娘根本就是冲着整死人来的。原来老板家全员畜生，果然印证了那句话：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老板见事情变成这样，他急得大吼：“够了！”老板娘松了手，小千金却还使劲打我，歇斯底里的大吼：“是他先欺负我，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他了，他一直在欺负我。”我疼得半跪在地上，嘴里的血一直滴落在手上，看着触目惊心。我抬起头，看着愤怒的小千金，她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气得都浑身发抖了。我忍着痛，用被缝了一半的嘴，虚弱地说：“我还是提议你去车间。”小千金彻底炸了，又一次扑向我。这次老板赶紧挡在了我们之间。我知道老板不是为了我，他是担心事情再闹下去对他的家人们不利。这时同事们也赶紧来拉架，
有的人拉老板娘，有的人拉小千金。老板让他们全部都先出去。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老板，他把我扶了起来，看着我的脸，深吸一口气说：行，你够狠的，你回家去吧，工资我会给你发，再赔你2万块钱。但今天的事情，你不许对任何人说，你也不许报警。我抓住钉在我嘴上的钉子，忍着痛扯了下来，然后我又呜哇一吐，吐出了一大口血和几个图钉。我没有回答老板的话，而是拿出手机，张开嘴，拍了一张自拍，这些都可以给警察和法院看。老板见我拍照，他皱起眉头：你拍照干什么？你现在是想讹我家了吗？我惊愕地看着他，我不理解他们的思维，为什么穷人只是做点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，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讹人。我不回答老板，只是来到窗户边看了看楼下，顺便把图钉给拔出来。楼下已经停了几台面包车，我看见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走进了我们公司大门，领头的人正是老板的债主。债主这么快就会知道情况，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。第一，他是借债加入股，所以他也能查看我们公司的账户。第二，他之所以借债给我们老板，是因为他和王总关系很好，他就是我们公司跟王总的牵线人，两头吃。他看见公司账户这么大的支出，肯定要从王总那边拿分红，所以他会是第一时间知道王总没收到钱的人。那么他肯定会给我们老板打电话询问，但我们开会时间是不能接电话的。试想一下，身为债主兼股东，公司账户的钱全没了，客户那边又没收到钱，偏偏欠债人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，那他能不急吗？如果说小千金是个残忍的小畜生，那债主才能让人知道什么叫地狱。我随口说：老板，我不是想讹你们，我是想看看哪里有钉子，方便我取下来。我现在很难受，我可以先去你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一下吗？他不耐烦地说：别把我沙发弄脏了，我开完会再跟你聊。我捂着嘴走出会议室，小千金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他指着我冷笑道：你以后永远别出现在我视线里，否则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低着头灰溜溜进了办公室，终于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，虽然我的嘴很疼，但我还是没忍住笑了。我进办公室有2个原因：第一，监控视频的硬盘就在老板电脑里；第二，办公室的门可以反锁，保护我的安全。我锁上了门，办公室是玻璃门，他们都可以看见我。老板娘还在外面骂，要不是现在查得严，换成几年前，我早就找社会上的大哥弄死你。讲话这么脏，你还真不怕死？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威胁，而是等所有人回会议室后，我拿出手机偷偷报了警。我当然知道，如果我报警的话，警方肯定会阻拦债主动手，但前提是我得活下去啊。再说了，以债主的能力，哪怕今天没得逞，老板一家以后也不可能跑得掉。电话那边很快响起了接线员的声音：你好，这里是报警平台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赶紧说：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被人打了，全都是血，能不能再帮我叫一台救护车？你地址在哪里？我把公司地址给了接线员，随后操控起了老板的电脑。老板电脑有密码，但问题是还没下班呢，他还没关机呀。我把监控录像拷贝下来，发到了朋友圈和网上，甚至还花钱买了些热度。也许是因为刚才的闹剧，这次他们开会的速度特别快。等他们从会议室出来后，小千金背起书包，用手指了指我，恶狠狠地说：别再让我见到你，
小千金放完狠话，走到门口，正准备打开门，突然发生了变故，砰的一声，那门被狠狠踹开了，小千金就犹如断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她痛苦地惨叫一声，老板娘吓得尖叫，然后满脸愤怒地大吼：“谁开的门？找死啊！”债主带着人走了进来，刹那间，老板娘脸上的表情收住了，我看得冷笑，这变脸的功夫，还真是把欺软怕硬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老板娘还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，她埋怨着说：“哥，你开门怎么不注意点呀？都把我女儿撞到了。”债主直接大骂：“我注意你大爷！”他几步走上来，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扇在了老板娘的脸上。债主可是个魁梧汉子，老板娘被打得在原地转了半圈，软软倒在了地上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老板赶紧从会议室里跑出来，着急地说：“哥，这是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啊！”债主咬牙切齿地问：“公司账户里的那些钱，你转给谁了？”老板愣了一下：“什么钱呢？别跟我装傻！”债主一把掐住了老板的脖子，怒骂道：“我已经去银行查过了，你把钱转海外账户了，王八蛋！你想跑路是吧？”老板就犹如待宰的小鸡一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他扑腾几下，着急地说：“哥，没有这回事啊！”小千金也是吓傻了，她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伯伯，你放开我爸爸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们有话坐下来慢慢说。他现在哪还有一开始嚣张跋扈的样子？在比他强的人面前，他温顺得像绵羊。”债主可没听小千金的，而是直接把老板丢到了地上。老板想爬起来，债主却抬起脚踩在了他的脸上，冷冷地说：“就在半小时前，公司里的钱全部都转出去了，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”老板着急地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一点也不清楚。”等一下，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急忙看向我，对我大吼：“你是不是动公司账户里的钱了？”我知道飙演技的时候到了，我躲在办公室里，惊恐地说：“我都是正规操作呀！”“什么正规操作？我赚了1400万给王总的账户，这不是你让我把钱打给王总的吗？”债主气得大骂：“别跟老子耍花样！我打电话问过王总了，他根本没收到钱。我们一起去银行查过流水。”我惊讶道：“不可能呀！我确确实实把钱打到他的新账户里了。”顿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老板问：“什么新账户？”我拿起手机，调出了诈骗短信，透过玻璃给他们看。整个公司寂静了。小千金怒不可遏，她直接抄起旁边的花瓶，狠狠砸向了我。花瓶砸在玻璃门上，花瓶碎了，但玻璃门没事，因为这是钢化玻璃。小千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白痴，那是诈骗短信，你把我家的钱都转走了！”我睁大眼睛，身体一颤，手不停地在抖。我吞了口唾沫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怎么可能？”老板脸上面如死灰，他呆呆地说：“你转账之前不先找我签字吗？”我吞吞吐吐道：“你说要开会了，我怕耽搁开会，就先把钱赚了。本来我们和王总合作这么多次，我没道理信不过王总啊！”老板崩溃的大吼：“那人根本就不是王总，这跟王总有什么关系？”我耸了耸肩，摊开手说：“那我们去报警吧，看看能不能把钱追回来。”老板娘嚎啕大哭起来：“还报个屁呀！都转账这么久了，追不回来了，生意怎么办啊？回款怎么办啊？”她捶胸顿足，几次都差点昏厥过去。而我表现得很无辜：“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要不我给你们说句对不起吧。”老板吞了口唾沫，
他急忙跟债主说：“哥，是他把钱转走了，不是我想跑路，我们马上去报警，把我们的钱追回来。”债主冷冷地说：“什么我们的钱？”老板愣住了，债主捏着他的脸，冷笑道：“那是你一个人的钱，是你把你的钱转出去了，跟你欠我的钱没有关系。我不管你能不能追回来，我只要我的钱，700万，现在就还给我。”老板哭丧着脸说：“你不是有拿股份吗？你不也是股东吗？”债主冰冷道：“赚钱了才是入股，没赚钱就是借款。你当初找我借钱借人脉的时候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”老板呆呆地往后退了几步，终于失去了所有力气，也软软坐在了地上。唯独小千金，她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狰狞，气得大吼大叫起来。她打开公司的工具箱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铁锤，冲到了办公室前。小千金握着铁锤，歇斯底里地砸着玻璃，冲我大吼大叫：“我要你的命！你把我家害惨了！你这个白痴，我真应该杀了你！”玻璃门逐渐开始产生裂缝，每当他的锤子一次次砸下，我都在心里喊着80 80。当然，我脸上还是无辜的哭了。你别吓我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给客户打款而已呀。债主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们别在这里演猴戏，我只想拿到我的钱，有时间演戏，还不如赶紧把钱还我。”小千金哭着说：“伯伯，我没演戏，我家的钱真被他害没了，我家没有钱了。”债主打断了小千金的话：“谁是你伯伯？你爸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我把你全家都打到跪下叫爷爷！”我急了，连忙大喊：“别打！有钱，我们老板女儿每个月零用钱就有10万块呀！”顿时，小千金更愤怒了，她疯狂砸着玻璃门，而这玻璃门在她坚持不懈的攻击下，终于被砸碎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已经看见门被推开了，有警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我不断在心里鼓励自己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我吞了口唾沫，压低声音对小千金说：“所以你到底去不去车间了？”小千金终于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，狠狠一锤子砸在了我的脑袋上。我只觉得两眼一黑，天旋地转，我倒在了地上。但让我欣慰的是，在我昏迷之前，我清清楚楚听见了一句怒喝：“住手！警察！”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同事们守在我的身边，大家都来看我。他们告诉我，公司失去了全部的流动资金，直接停止运转了。我挣扎着告诉他们，老板的保时捷是为了避税挂在公司名下的。他们立即懂了我的意思，赶紧去扣下了保时捷。大家一起申请法院冻结，再提起劳动制裁。老板一家的处境非常糟糕，他们的豪宅被泼了红漆，没人敢住。老板更是神秘失踪了，据说是被债主们绑走了。原本希望老板娘会还款，谁知道老板娘玩了一手骚操作，她竟然变卖了房子车子，连老公都不要了，赶紧带女儿坐飞机跑路。结果她半路就被扣下了，根本跑不出去。就因为老板娘的操作，老板彻底失踪了。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被废了，具体怎么样没人知道。问题就在老板失踪半个月后，他出现了，不过是跳楼自杀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，没人清楚。只有一个同事偷偷告诉我，听说老板失踪前还做了一个恶心事，那就是跑到死亡工人的家里，对着工人的母亲使劲磕头，求他把钱还给自己。我听到这事儿都觉得恶心，不过我知道以老板的性格，他干得出来。但老板一家和我的矛盾可还没结束，老板娘和小千金果然告了我，
要求我归还1400万。问题是，这怎么可能吗？我反手把他们给告了。我没有从这个诈骗犯手中获利，法院认为我存在失职过错，但是赔偿金额远远不是我能承担的。而且我还把被他们虐待的视频给法院，单纯是为我增加同情分。最终法院判决我赔偿10万元。小千金在法庭上哭着大喊，说我是故意给骗子转账的。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？凡事要讲证据，他有证据能证明我是故意的吗？而且问题是，我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。小千金和老板娘对我的虐待是事实吧？我张口就要20万，否则免谈。这笔钱他们必须出，毕竟老板娘和老板这辈子算是废了。可小千金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她已经满18岁了，不满足我，她就得坐牢。最终，据说老板娘把自己娘家的祖宅都给卖了，才终于凑出赔偿我的钱。我拿了20万，赔偿了10万，倒赚10万，这笔钱可不少，甚至把我家里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当我出院后，我去公司领取我的工资，大家都来了，所有人都盯着老板娘和小千金发工资。据说他们还是被大家从出租屋里抓过来的，本来他们连工资都不想发，只想跑路。小千金和老板娘都没了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尤其是小千金，她坐在老板娘身边，一直在抹眼泪。轮到我领工资的时候，小千金一直狠狠地瞪着我。我签了字，笑吟吟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你有资格看我吗？”她愣住了，随后下意识用力抓着我的衣服，愤怒地问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别抓我衣服，弄坏了你可赔不起。人与人是有差距的，你现在有钱赔吗？”她咬着牙，终于还是松开我的衣服，低下了头。我冷笑道：“听说你现在学费交不起，被学校赶出来了，家里的大房子也没了，和你妈挤在一个小出租屋里，天天躲债。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“什么问题？你到底去不去车间实习了？”小千金呆呆看着我，最后哇的一声哭了。我劝她别哭了，留着点力气晚上躲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